各位朋友，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啊！中国呢，我一直在呼吁放弃那种被动式的外交，是吧？然后呢，你不亮出你的爪牙，人家一个小国家就可以把你当病猫啊，随便都可以上来撸你两下，对吧？所以说，中国在南海，我一直建议呢，拿菲律宾啊做一个靶子，把这个菲律宾给痛揍一顿。如果美国敢去的话，那就把美国也痛揍一顿，然后台湾问题可能就相对就解决了，那根本不用把台湾变成一片废墟了。那么毕竟是吧，两岸大家都是同文同种的嘛，是吧？所以说一看中国呢，现在呢可能是在刺激菲律宾啊出手。我看到了中国大使景泉对菲律宾呢发出了非常强硬的灵魂三问，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啊！大家还记得啊，就是去年的时候，中国海警在那个破船旁边是怎么把那个菲律宾的一群啊，他们的一群那个飞猴给那个揍的呀？当时呢有一个大伙不解的问题啊，就是菲律宾的那个船上为什么中国海警要拿着蓝月亮洗衣液呢？那是干嘛用的呀？那不是那位说的要给那个飞猴洗澡啊，给他消毒吗？哎，那倒也不是啊，各位，我今天给大家来揭秘啊，这个呢就是中国海警啊，控制了对方的这个小艇之后，用这个洗衣液倒到他们的那个小艇里边的淡水舱里边。大家都知道那个小艇上有发动机啊，也得有船员的这个饮水，是吧？发动机那个水箱也需要水，把这个洗衣液往里边一倒，那就全废了啊！他不得不啊那个拖这个破船就回去了啊，这知道吧？不是给那个飞猴洗那个伤口的啊，对吧？对了，所以说你看。中国海警啊，这还是这个非常专业的啊，对待这帮人还是非常专业的啊。今天呢，就是传来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美国有一批反华的议员，都是台湾的台独，用民脂民膏养着的。在菲律宾与中国啊，因为南中国海争议的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以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盟友。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啊，那个米尔斯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对吧？你听这句话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轮子啊，是吧？但他认为呢，中国实际能力并不像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对，那你就去啊，你派军舰去护送菲律宾的那个猴子去啊，去啊，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啊，这就是台独养着的啊，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啊，叫约翰，他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地区伙伴的施压啊，那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啊，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动都具有危险性。啊，那个卢比奥啊，跟那个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卢比奥会后表示，南中国海的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啊，卢比奥那个说话还是比较克制的，他那个访问过中国以后，他就知道了啊，美国现在是个什么德行啊！那一帮被台独养着的那些这个美国反华的那些精神病的轮子议员们啊，跟那吹牛逼，你别光动嘴了，对吧？啊，那你派军舰去啊，跟中国干啊！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这个表态啊，一次比一次强硬。
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中国驻菲大使当场3问，马克思哑口无言。这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用最直白的话，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菲律宾摁在地上摩擦。7月20日，仁爱礁菲律宾破军舰上突然冲下来几艘橡皮艇，船员拿着棒球棍，以危险姿态直冲中国海警船。他们想干什么？想拍中国暴力袭击菲方的画面，好拿去国际上卖惨。但你以为这是马克思自己的主意？错，6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已经悄悄开进了菲律宾苏比克湾。结果怎么样？戏演砸了，自己人挂了彩，手指断了，脑袋开瓢了，狼狈逃回那艘破船。3天之后，7月23日，菲律宾不死心，又攒了一个大阵仗，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再裹挟大量渔船，一窝蜂冲向黄岩岛，打着给渔民补给的幌子，是想靠人多撑出压迫感，硬闯中国领海。中国海警3302舰高压水炮直接伺候，菲方3017船设备失灵，卫星互联网当场断开，1周之内2次挑衅，2次碰壁。问题来了，菲律宾到底图什么？马克思政府大米涨价4成，400万交农果农，因为中国暂停进口受损，总统支持率一路暴跌，对外急需转移矛盾，对内急需一个外部敌人来凝聚人心。但这只是表面，更深层的操盘者是美国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中蒙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接调往菲律宾苏比克湾，这是给菲律宾递刀，怂恿他往前冲，去试探中国的底线。可刀递过去了，美国人自己会下场吗？特朗普口头上向马克思保证要帮菲律宾向中方提关切，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跟中国高层谈完之后，态度明显软了。他在菲律宾报纸上写评论，暗批中国威胁航行自由，但面对记者，他只敢说对话很重要，要避免重大全球影响。翻译一下，拱火美国来，打架菲律宾上，流血马克思丹。更讽刺的是，菲律宾一边闹事，一边还想重置关系。7月21日，马克思在总统府会见景泉大使，闭门谈了1个半小时。马克思说希望中菲关系重回改善轨道。景泉大使怎么回应？谈得非常好，但紧接着补了一句重话，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这话的分量，马克思应该听得懂。站在棋盘上看，菲律宾有3重算计。第1重，国内政治经济搞砸了，支持率崩了，怎么办？造一个外部危机，让民众忘记米价，忘记生活的苦。第2重，国际舆论。7月22日，东盟外长会在马尼拉召开。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处心积虑想把南海议题硬塞进议程，把自己包装成弱势被欺凌者，博东盟同情，给域外势力介入找借口。结果呢，东盟集体不接茬，没有一个成员国愿意配合。第3重，向美国交保护费，引入美方中导系统，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菲律宾以为抱紧美国大腿就能在南海占到便宜，但他没想清楚一个血淋淋的问题：乌克兰抱紧美国大腿，现在是什么下场？而中国这边的应对是2手都硬，1手对话。王毅外长会见非外长，直接点明要害，戳破菲律宾是域外势力代理人的伪装，一手反制，海警执法，水炮驱离。外交部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大使当面撂下重话：闹什么闹？对你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这3问，问的不是菲律宾的海警，问的是马克思的良心。景泉大使还说了另一段话：看看世界上那么多冲突，从乌克兰到加沙，从伊朗到委内瑞拉，而东亚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我们该珍惜啊。这话是说给菲律宾听的，也是说给全世界听的。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替你守住了底线。而7月24日，景泉大使的2个坚决已经为这盘棋定下了基调。东亚这片和平稳定的土地是全球动荡中的一块净土，有人不想珍惜，想把它打破，想把它变成下一个加沙，下一个乌克兰，那对不起，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听取了我这个油管野生博士的建议啊，决定呢在南海刺激菲律宾先开第1枪，然后拿菲律宾，如果美国想去的话，拿他俩祭旗，对吧？该动手时就动手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